哎，大地也有电啊？对呀、用这支电笔不要乱测，会出问题的。你看这个师傅就测出了问题，他也买了万用表和电笔，回来一测，零线200多伏，火线直接不显示，还以为是电笔不好，让我过来看看。正常零线0伏，你看这个200多伏。再看这个火线，直接不显示，也就是300伏以上了。但是他发现这些电脑啊、灯啊、插座啊都正常使用。还有一路，你看，测零线200多伏，测火线16伏，这是电路有问题。这种故障现象我经历过好几次。它这是进来的3相电，用万用表测量3相电之间的电压400伏，电压很正常，两之间都是400伏。测零火之间的电压220，所以说每一项火线与零线的电压220很正常，所以它的用电也正常。这一项电压零火之间正常，但是火地之间不正常。其他2项火地之间400伏，也就是说是这一项火线是漏电的。漏电的地方在哪呢？它漏电接地之后导致电压变低，零线应该是0伏，反而是212伏。这种情况那就先去配电室看一下。相变在厂区外边，凑个近道。这有个门，能出去吗？锁着呢，能不能出去？工具箱出不去啊，工具箱出不去。这个时候我想起老子说过一句话，走不通的路要回头。来到了相变变压器，打开看一下。我来到这个变压器这一块是为了看一下这个电路在这个地方测量。这个3路电闸，这个是400安的一个电闸，400安的电闸。80几伏，这80几伏。这个300多伏啊，这个对地300多伏，300伏以上了已经。这个正常，这个也300伏以上了。我不跟你说400伏吗？你测的400伏啊？那你这个啊400伏吗？对地啊，插地上了。对地啊，对地近400伏。这2项都是对地400伏。对地。对地的400伏，你插地上测量对地400伏。怎么是？大地也有电啊？对呀、不是这个大地跟零线排跟那个零线排之间是70多伏，其实是20。大地跟零线排是220。你这个外壳地线它都是带多少伏的电的？在不断电的情况下，我掐一下，我看哪一路的问题啊？断电的情况下掐。都会有电流吧？不，它不一样。这个漏电严重，这个没漏电，这一路是不漏电的，这一路是不漏电的。有的漏电的话，这个电流很大。这才有问题。这个50多安也100多、50多、100多、50多，这个也不一定说有问题。再测一下其他的，这些都没有。这都没用电吗？这些可能是没有电，那个厂区没启用。那就实锤了。就是这一项是漏电的啊，对，可以确定这一项漏电，因为这一项漏电，因为这一项跟大地是没有电压。对，这一项跟大地没有电压，它是漏电的。我测的电流也挺大的，拉下来以后还有吗？拉下来就不漏了，就全部正常了。把这个电闸拉下来以后就全部正常了。对，昨天试过。昨天试了。对。就是这一路线有问题，这一路电缆线有问题。对。这一路电缆线有问题。这个电缆线，这不就是个粗的，身体进哪去了？进我这里。进这个车间了。进这车间了。找到这路主线进的第一个配电箱，这是总闸。
在这测量这个电压就很小，这不正常的。可以掐一下这个地方的电流，火线上的电流很小，是没用电吗？这是那头测量的好几十伏。这个电闸上面是从相变过来的主线，这块主线是不是有问题呢？他们说昨天拉掉这个电闸之后线路还是不好，所以现在还是怀疑进来这个主线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商量了一下准备断电。你看这相变门上都带180多伏的电，准备拉闸断电。断开这路电闸，测量电闸上面的电压正常，电笔测的不是零火之间，是火地之间。拉下电闸之后测量零地排都不带电，拆掉这个电缆线，主线这一头这3根线都拆掉了，相变这一块电线也拆下来了，测一下对地之间，对地排之间应该是漏电的，应该是漏电的，漏电呐！都拆了，两头都拆了，它还是漏电的，对大地。你看这一项没有？这一项没有，那一项这都没有，都没有啊。这2项都好，这2项都好。就那个火线。就这一根线。确定了，这个红线是漏电的，对地是漏电的。那漏电到什么程度呢？达到乘1档，测一下短路。火线和地电阻这么小，应该就是短路了。电缆线和大地和钢结构有可能是碰在一起了，那就顺着这个电缆线找，看看电缆线与钢结构在哪个位置有破皮的搭在一起的地方。先找电缆线管角的地方，就是受力的地方，看有没有打火的痕迹。这个没有别的好办法，只能这么一步步排查。还有这种情况，这个铁皮会伤到电缆，铁皮都把电缆皮给割破了，但是不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还没问题。最后看一下出现问题的地方，这是个电缆线，有一个孔，这个小黑孔，罪魁祸首是这个子宫螺丝，是这个螺丝打到了这个电缆线，造成了接地。我天，这得多危险呢！当时干活的师傅没事吧，顺了一遍，其他的子公司还没拱到，就这一个地方，问题就出现在这一个地方。火线对钢结构放电，这是固定窗户的一个螺丝拱到了电缆线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现在再测，好了，这路线就好了，接地的现象没了，把电路恢复，测量电压正常了。外壳原来带100多伏的电，现在没了。当然，地上也不带电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